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呢，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长寿之人的相学特征。之前呢，小编给大家讲解过如何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相学特征看一个人寿命长短，并具体说明了一些短命的相学特征。有的朋友看完之后呢，一直问小编，长寿的相学特征又具体有哪些呢？小编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从手相、面相两个方面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长寿的手相特征。这个呢，小编总结了6点，下面为大家具体讲解。一、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呢，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呢，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呢，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的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呢，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长寿。二、手掌很厚实，很饱满。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呢，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大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是福气之余，也说明你这个人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三、手相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的手掌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这个人寿命很长，身体健康。四、掌心有痣的手相。痣呢，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的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呢，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五、贵人线交叉。看手相发现贵人线呈交叉状，纹路很深且清楚，可得功名利禄，白手起家，寿命亦较长，增寿。白手起家、兴家是有助于家运的手相，财富名利都有。如果贵人线搭配一清明的太阳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名扬四海，多子多孙，寿命亦长，利办公门发展，事业单位合伙起类，大的公司企业也力发展，有晋升运，真缘晚，但是可得幸福婚姻，长寿喜乐的人。六、水星线没有断裂。在手相中呢，如果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说明这个人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可以说这种手相呢就是长寿的手相了。但如果有这种手相的人自认为健康状况极佳，还不注意保养，还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所以即使是手相极好的人呢，也要注意养生方面的问题，不然呢就难以长寿。二、长寿的面相特征。耳朵大而厚实，鼻子高耸，眼睛有神等等，都属于长寿的面相特征。小编接下来呢为大家具体讲解。一、眉毛浓淡适中。眉毛被称作为保寿宫，与人的生命有关系，因此民间传说中老寿星都往往长着一对长眉毛，即寿眉。古相书曰，眉毛长垂，高寿无疑，是说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寿无疑。传统医学内经上说，美眉者是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气血少。
也就是说眉毛浓长、粗长、润泽，反映了精血气旺盛，身强力壮，代表着长寿。2. 脸型骨肉饱满，脸型方正、骨高肉满，意味着身心健康，更代表着长寿。面相三庭部位饱满、比例均衡、对称，都属于长寿之象。面相三庭即上庭，从发际到眉毛；中庭，从眉毛到鼻准；下庭，鼻准以下，中下庭饱满而更容易长寿。3. 牙齿排齐坚固，骨相书中说，牙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牙齿排列整齐而且坚固不动摇，这样的人呢可以长寿。4. 鼻子中的年兽部位端正，所谓年兽一般是指山根和鼻准头之间的部位，即鼻根至鼻尖。古中医书阴同百问曰，年兽平陷者主腰，轻主发热主筋，从中反映出此位置和寿命有关。鼻子丰满端正，长而有势，鼻梁挺起，都属于长寿之人。5. 人中长而深，所谓人中呢，就是从鼻子下面到下唇之间的那条直沟，通过人中的宽窄、深浅、长短、直去程序来看一个人的贵贱、寿命及子孙有无等。人中又长又深的人容易长命百岁，人中短的人晚年运不佳，容易孤独。人中短的话也不用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中亦会增长。另外，人中有横纹的人，表示会为孩子的事情而操劳，影响寿命。上狭下宽的人中，越接近晚年越有福分，容易成为长寿星。上宽下窄的人中，做事情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会影响健康寿命。上下狭窄、中央宽阔的人中，会遭遇疾病困烦。人中歪斜弯曲而长的人，虽然人生路上波折，也代表着能够健康长寿。人中太宽的人呢，心胸宽广，不容易把事情放心里面，这样的人容易长寿。人中狭窄的人呢，容易过于操劳，从而影响健康寿命。6. 齿坚密而长寿，牙齿整齐并且牢固置于口中而不动摇，此类人呢便可长寿。牙齿密则象征着骨头坚硬，骨头不脆弱则髓满，促进生血生津较易。最后呢，一旦精血充足，人则精神十足，牙齿坚密易饲养食物，以此满足身体的各项营养所需。7. 不闻喘息而长寿，类似于龟息，如同乌龟，心静而气息平稳，几乎听不见其喘息声，如此不上火难生气，人体内的五行流通便流畅，自然可长寿。8. 耳朵大而厚，因为在五脏心肝脾肺肾里面，肾就像是哥们儿里的老大一样，人的元气就像父母，那么父母就住在老大家，而元对于人的生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肾开窍于耳，所以论寿命首先要看耳朵。耳朵色泽白皙，饱满下垂，肉厚而轮廓分明，这是长寿的标志。9. 承浆有窝窝，下巴不仅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老年运势，而且与一个人老年时期的健康、智慧、个性有着绝对密切的关系。下巴离相好的人必可享高寿，如果搭配微微凹陷，则运势更佳。承浆呢，就是我们嘴唇与下颌之间的位置。10. 看三庭面相论长寿，面部五官的比例，三庭以前都讲过，额头至眉为上庭，眉到鼻为中庭，鼻以下为下庭。这三庭的比例平均者属长寿之象，其中中下庭发达偏长者也得长寿，而中庭过于发达、上下庭短小者，还有上下庭长、中庭过短者都难以得长寿。11. 长寿眉，常有传言眉中生出长毛是为长寿之象，或是眉场的下垂是长而垂下，不是眉形垂下，是为长寿，后者都是有依据的，但前者则有不同。相学中呢，有一派认为只要眉上有长则是长寿，而实际呢却非如此，眉中出现长眉未必就是长寿，但眉尾处呢出现长眉才是真正的长寿安康。12. 目光有神，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也是代表一个人精气神状况的重要部位。如果眼睛炯炯有神而非浑浊不清，则说明人的元神充沛，一般的小灾小恶呢不能为害，当然有可能长命百岁。以上呢就是可以长寿的相学特征，如果你有中4条以上，小编就提前恭喜你啦。但是看相之寿命长短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想要长命百岁，小编建议你还需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我们每个人身上呀都或多或少的长有一些痣，
而这些痣的位置不同，所蕴含的吉凶含义呢，也都各不相同。有的痣能给我们带来好的财运、事业发展，而有的痣呀，可能会导致我们破财、疾病不断，甚至可能影响婚姻等。那具体身上哪些痣是凶痣，哪些痣是吉痣呢？小编今天来告诉你。一、身上的凶痣。一、颧骨上有痣。女人颧骨上有痣呢，会和丈夫关系不睦，而且经济上入不敷出。二、眼角有痣。眼角有痣是指女孩子眼角外侧的黑痣，如果这种痣的话，感情方面呢会特别的不顺，轻则交往有始无终，重则克夫。三、人中有痣。对于女性来说呢，一般人中有痣就代表生殖系统有问题，女性很容易流产，平时呀一定要多注意这方面的保养。四、鼻子有痣。鼻子或者鼻侧的痣呢，大多也都是不好的。若鼻子上有生痣，会对平生都发生晦气的影响。鼻梁呢，被称为灾厄宫，为人运作系统的总开关，代表了我们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若是生了痣呢，代表免疫力差，易生疾。山根鼻梁部位有痣，代表婚姻不稳定，心脏欠佳，平时呢容易心生恨意，挑理愤恨。年上鼻梁有痣，代表胆气有问题，个人决断力出问题，心里常常有恐惧，总觉得有人要抓自己。婚姻感情呢屡屡失去机会，健康上容易有胆囊炎。寿上鼻梁有痣，寿上代表肝区，个人思考谋略不佳，做事呢顾此失彼，婚姻感情生活呀容易有第三者出现，健康上呢容易有肝硬化等等。五、腰上有痣。腰上有痣长在左右腰眼处，这是一颗情孽痣，会招来很多人暗恋，但大多数都是你不中意的，所以遇到死缠烂打的人呢就会比较苦恼，容易影响自己的感情生活，使自己感情生活不如意，所以呀还是去掉的好。六、膝盖有痣。膝盖上的凶痣呢是长在左膝盖左侧面，长了这颗痣的人呢，大多一生多灾多难，容易遇到考验和羁绊。如果是长在右膝盖外侧的话，也是颗凶痣，男女长了这颗痣都需要小心遭人暗算，经常遭遇突发事件。七、发际有痣。发际有痣呢，是指的前额两侧靠近发际线的位置，眉毛上方外侧部位的痣。这里有痣的人呢，出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有屡遭危险的可能，还有可能会遭遇横祸，所以要多注意交通方面的问题。八、肩门有痣。肩门位置属于夫妻宫，这里代表着夫妻宫与人生前景。如果是左边肩门有恶痣，会影响到夫妻感情，而右边肩门有恶痣，会影响夫妻生活。两边肩门都有痣，夫妻不能白头偕老。九、脚上有痣。长在左脚或者右脚踝上，特别指奔波劳碌，到了中老年呢，仍然可能因为儿女的事情而操劳，特别容易感到劳累无助。10. 左腿有痣，长在左小腿中间的位置。长了这颗痣的女人一生奔波，凡事都需要竞争才能得到，考验与机会并存，所以更需要认清目标，时刻努力。11. 法令纹处长痣，假如女人的法令纹处长痣，预示其人的脚部易出问题，需要特别注意。12. 眉眼之间有痣，在面相中呢，眉眼之间的部位呢称为田宅宫。假如女人的这个部位长痣，其住的地方会出现问题。13. 两眉之间有痣，在面相中呢，两眉之间的位置被叫做印堂，也叫做命宫，掌管人的整体运势。假如女人此处长痣呢，会不利于婚姻，其人感情方面呢不是太顺利。14. 嘴唇上长痣，从面相角度来讲呢，嘴掌管人的实路。假如女人此处长痣的话，做事缺乏头脑，不善于理财，花钱没有节制。15. 鼻子上长痣，在面相中呢，鼻子上部为人的灾厄宫，下部为财帛宫。假如灾厄宫部位长痣，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特别是肠胃功能易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诊治。假如财帛宫长痣呢，预示其人缺乏理财头脑，容易漏财。2. 身上的吉痣，有凶痣自然也就有吉痣，那么身上哪些位置有痣属于吉痣呢？一起来看看吧。1. 脚底有痣，女人这个位置有痣呢，代表她聪明有特色的天赋和才能。古人认为这个位置是所谓的封侯带相，这类人可以做地方之长，统领一方。像安禄山节度使脚底就长有痣，所以这个位置有痣的女人不仅能力强，而且还有帮夫运。男人遇上这样的女人呢，一定要懂得珍惜。
2. 臀部有痣。臀部长痣的女性不仅自身有福，由于自身性格稳重，做事有始有终，做官的话在官场上有很大的权力，在职场上呢也顺风顺水，事业有成。3. 太阳穴有痣。太阳穴在面相上称作迁移宫，也称为驿马宫。此处长痣呢是属于典型的极致，女人的太阳穴有痣，说明天生聪慧、大方豁达，有不输于男子的勇气和魄力，雄心壮志，能够八方来财，属于典型的天生好命相，能在远方获得利益，或者在旅途上有着很好的意想不到的收获。4. 眉中有痣。眉毛里的痣称为眉里藏珠，眉指的是财富。有这样痣的女性呢，大多富贵无忧，晚年安稳幸福。她们有相当平稳的事业运和财运，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和名声。为人和善勤恳，有恒心和耐心。如果自主创业经商，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发展，创造精彩人生。5. 嘴角有痣。面相上认为呢，嘴角有痣招财，此类女性财运好，人缘佳，善理财，能够聚财，一生衣食无忧。而且她们呀，为人聪明，能说会道，心思通透，有很好的社交手腕，既能勤俭持家，又可以是事业女强人，一生过着清闲舒适的生活。6. 下巴有痣。在面相学中呢，下巴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财富。女性下巴丰满，表示家产厚实，田宅不缺，多富贵相。女性下巴有痣属于贪吃痣，代表有口福，爱吃。所谓能吃便是福，下巴有痣呀，也是福气的象征，寓意着一生衣食不缺，安乐富足。7. 耳后有痣。物质生活富裕，贵人运强，即便家境普通呢，也能依靠持家理财，和气生财。夫妻感情深厚，能够一起携手努力创造财富。晚年子女孝顺，能够享天伦之乐。8. 右脖子有痣。脖子右侧有痣，预示着此生的富贵能够坐享其成，自身的财运可能一般，但是可能受他人的照顾，一生安乐无忧。女性后脖子有痣叫做屋下藏金，表示能得贵人相助，事业开展顺利，财富显而不露，福泽绵长。9. 胸部有痣。胸部痣呢算是隐秘的痣，越是靠近女性乳房的地方，就意味着富贵吉祥，能生贵子。古人认为乳房寓意着子嗣，所以乳房有痣呢都是能生善养的标志。胸部下方有痣呢是财库的表现，左为钱财，右为田宅，表示此人子女缘厚，家境殷实，一生富足有余。10. 后背有痣。女人背部中央位置有痣，命格非富即贵。一般出生在达官贵人家庭中呢，祖辈家业丰厚，少时能得父母精心呵护，长大能遇门当户对的配偶，不必为生计担忧，婚姻幸福，儿女双全。此类人呢，有很好的贵人缘，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一生无忧。11. 手心有痣。手心有痣的女性有着极佳的理财和守财能力，不仅善于赚钱，而且也能够合理的使用财富。她们一般勤劳、朴实、诚恳，在家里是管事的地位，能够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计算。工作呢也精于打算，能够获取财富，还能够守住财富，积累下殷实的家底，晚年无忧。12. 发中有痣。发中有痣呢，一般是指的前额发根位置那一圈上，平时不注意是不容易发现那里有痣的。头发里隐藏的痣呢是富贵痣，一生富贵，逐步忧愁。而且女人发中有痣还是特别的有异性缘哦。13. 脖后有痣。女人呀也是需要有事业的，女人脖后有痣利于事业发展，事业发展有时候是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的。脖后有痣呢是指有靠山，有帮助。脖后有痣的女人在生活和工作上容易出现贵人相助。14. 眉上有痣。眉上的痣呢也是好痣，左眉主财，右眉主寿，不管男女，眉上有痣都是很不错的志向。左眉上有痣更适合在男性身上，寓意事业可飞黄腾达。如果是女性呀，一般体现在旺夫上。女性时候右眉有痣主寿，寓意着健康。15. 额头有痣。额头七痣属大贵之相，额头有七痣的人一生必定是大富大贵的。不过额头有七痣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一般女性呀都不想自己额头脸上有那么多颗痣吧，平时有一两颗都会想办法去掉，何况同时有7颗呢？16. 耳珠有痣。相学呢有个说法，
耳珠丰厚呀，寓意着富贵福气，而在福气上有痣，可属锦上添花，富上加富，主财。耳珠有痣的人财运都算不错的，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女人呀都爱在耳朵上打耳洞，耳珠有洞会漏财，如果痣被打掉了，还会财势有散难进了。你身上的痣是吉痣还是凶痣呢？快结合小编讲的内容看看吧。如果有凶痣呀，也不要担心，因为这只是影响你运势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有凶痣命运就一定不好，具体还要结合自身的整体命理情况来分析。对于一些疤痕，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疤痕可能会在面部、手上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留下疤痕，有的时候呢可能无法避免，比如说青春痘、手术、烧伤、跌伤等等。这些疤痕呀，除了不仅影响我们的外观，也会影响一些人的运势。今天呢，小编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上不同位置的疤痕对人的运势影响如何。一、手上疤痕。手在处理问题、接触东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受伤，有些伤呀比较严重，就会留下难看的疤痕。不仅仅提醒着曾经受伤的悲痛，也对我们的运势产生了影响。那么手上有疤痕，命运如何呢？一、拇指出现疤痕、伤痕。从手指部位代表的六亲部位来说，但凡拇指有伤痕、疤痕的人呢，一般代表长辈、老人、父母，容易哀痛或者受伤。因为拇指代表长辈们的福气，如果拇指有疤痕的话，其长辈的福气也是会有所减弱的，需要特别留意注意受伤的行为。而对于日常工作上来说呢，时常会被挑剔，背后经常有是非，容易被人暗算。建议这样手相的人呢，要好好工作，要不然呀，在背后会有更多的是非，应该好好处理工作方面的问题。二、食指出现疤痕、伤痕。食指出现疤痕、伤痕的人呢，平时注意要管好自己的口舌，和他人合作中呢，要注意一些纠纷、口舌矛盾。建议呢，从事个人独立的工作，在人际交往中呢，平时需要金钱往来，如借钱等，最好呀要计算清楚，以免引发事端。这种人呢，大大咧咧，不管做什么呢，都不懂得利益关系，容易被人利用，性格固执不服输，一根筋直到底，心肠比较软，亲朋好友有什么困难呢，一定会帮助的。三、中指出现伤痕、疤痕。中指呢，在相学里代表的是本人自己，中指有伤痕、伤疤，一般影响的就是指的本人的情况。所以说呀，如果中指有伤痕、疤痕的话，都是直接说明自己。相反呢，如果女性中指有疤痕，就说明她们中年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事业发展不容易稳定。又因为中指代表中年，预示着此人到了中年呢，要注意健康、事业变动、换行业等等情况。这类型的人呢，一辈子波折坎坷较多，基本上呀是靠自己一把手让自己成功的，喜欢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听旁人劝，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四、无名指出现疤痕、伤痕。无名指代表的六亲关系其实就是代表配偶的角色。如果无名指出现了疤痕、伤痕，那么就要注意好自己配偶的健康问题。对于一些平时的小毛病或者受过伤等等问题，都是需要注意的。无名指有疤痕也代表其婚姻关系在晚年时注意一些风波矛盾，所以呀，要想家庭和睦的话，无名指有疤痕的女性就要在晚年的时候维护好婚姻了。五、小指出现伤痕、疤痕。小拇指代表的是自己的子女，如果在小指上出现伤疤、伤痕的话，其实对于子女的运势是不太有利的。一般呢是暗示子女小的时候体质会差一些，但同时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的子女可能会出远门，或者说有出息。六、手背有疤。手背呢，在相学中掌管着权势和欲望，所以手背后者以得权，是能够独当一面之人。而如果从小就在手背上留有伤痕，非但不是破相，反而能够形成财运加持。掌中有乾坤之人，手背的疤不仅主平安无灾，更是镇守钱财的象征，能够稳固财气，防止漏财。往往越老越不会走霉运，到了40后呢，也必有积蓄，后福无穷，终能有钱有势。七、手心疤痕、切断纹路。手掌中有象征着人生健康、情感与事业的重要纹路，所以不管是疤痕是深是浅，如果将其中一条或者3条主纹路线切断的话，都不是太好，会使自己的运势波折起伏较大。八、手心疤痕延长纹路。如果疤痕不偏不倚的刚好成为一些细小纹路，或者说是3条主纹路的延长，就容易为纹路预示着增加一些好运。不管是感情线、事业线还是健康线，长度呢都意味着能够增加运势或者增福添寿，都是好事儿。
9. 手掌边缘有疤痕的人。手掌边缘有疤痕的人呢，常常被人誉为是吉祥的象征，但是左右手的象征意义不同。左手边缘有疤的人象征着此人做事光明磊落，思虑周详，事业有为；右手掌边有疤痕呢，象征着财源滚滚，好运连连，横财不断，更容易财库充盈，富贵人间。2. 脸部疤痕。除了手上有疤痕，脸上对疤痕的人的运势影响也很大。那么具体命运如何呢？1. 额头有疤痕。面相中呀，额头是代表一个人的前途运势发展如何的，所以说额头一定要生得饱满光滑，那么运势发展一定会很不错。而如果额头有疤的，那么此人早年的运势必定不利，事业运比较差。额头有疤痕的人呢，大部分机会都是在走霉运，好运从不在他们身边停留，生活中呀总是会遇到很多阻碍，事业呢总是平平，没有什么成就。2. 耳朵有疤痕。在面相里，耳朵为财听官，且代表一个人的少年运。耳朵有疤痕呢，那么其人的运势会受到很大影响。疤痕一般都是后天生活影响，或者是意外不小心弄成的。不过只要有疤痕，对运势就绝对会有影响。所以说呢，耳朵上若有明显的疤痕，那么在早年呢是运气会很差，身体健康，体弱多病，家境也并不好，容易听信小人之言，上当受骗。3. 鼻子有疤痕。鼻子在面相中呢为财禄宫，鼻子是非常重要的，从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德行。男人鼻大有福气，女人鼻子不大不小且挺直是旺夫鼻。如果一个人的鼻子上有疤痕，不仅外貌会受到影响不好看，还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财运。若是鼻子有疤痕，必定会破大财，是破财漏财之象，感情运呢也会受到影响。4. 嘴巴有疤痕。嘴巴呢为出纳宫，嘴巴也表示语言表达能力，钱财进出。一个人的嘴巴生得好，那么财运不错，而且容易聚财。如果一个嘴巴明显有疤痕，那么这个面相不仅会影响你的财运，还留不住财，感情波折不断，而且还会因为自己所说出的一些话招来麻烦。嘴巴有疤痕，事业、财运、感情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5. 眉毛有疤痕。从眉毛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人缘关系以及身体健康如何，所以一旦有人的眉毛处出现疤痕，那么首先呀，在人际关系中呢就会遭受很大的影响，很容易与亲朋好友之间产生矛盾，和家人产生家庭不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眉毛有疤痕的时候呢，一定要主要投资理财，很容易会出现破财，感情出现分歧等状况。6. 人中有疤痕。人中有疤呢，代表子嗣不旺，人中细又带疤痕者一生无子。腮下有疤则是刻薄他人，对下属或者家人不利。7. 颧骨有疤。颧骨是代表一个人的魄力与权力的部位，如果颧骨有疤的话，会在事业上有坎坷，与领导关系不睦，容易丧失权力，并且呢经常会遇到破财的事情。中年仕途不顺，有小人作梗，容易发生官司，口舌是非。8. 眼睛有疤者，家庭不和。一般来说呀，面相眼部周围有疤痕，如眼睑、眼肚、眼睛尾部，代表与家人关系不好。如果眼睑有疤呢，不喜欢在家，容易与家人发生争执。眼肚有疤呢，代表与子女缘较弱，但不等同于无。眼睛尾部有疤，感情运也不好。9. 下巴有疤。下巴代表晚年的运势，如果下巴有疤的话，怎么会对晚年的运势造成影响？别人老了都开开心心的去广场上跳跳舞，你只能在家里唉声叹气。其实下巴有疤的人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呢，还容易犯小人，尤其是下巴本身就比较尖小的人士。如果下巴比较饱满呢，则会缓和一些运势。3. 其他部位的疤痕。1. 关节处有疤痕。人身上呢有很多关节起着连接枢纽的关系，如果在关节处有疤痕，说明此人呢在人际关系中容易磕磕绊绊，他们做事呀总不能得心应手，总会有阻碍，有些呢是来自上司的压力，有些呢则是自己的心理压力。建议此类人的生活中圆滑一点，即便不能被工作锦上添花呢，也避免火上浇油。2. 脚底有疤。脚底有疤之人乃是做事不稳固，多被他人所利用，事业发展呢会有不利影响。求财之人呀，脚底有疤多是难以分清是非，反倒被他人利用。脚底有疤之人呢，事业难成，晚年时多有凄凉之表现。3. 脖子有疤。脖子有疤之人乃是做事虎头蛇尾，却难以有长远之建设，思想过多，3分钟热度，则导致在事业中飘摇不定，事业发展呢会有不利。拥有此相之人呢，乃是生活中也有压抑之事，导致生活不安。4. 臀部有疤。臀部呢为人体最为殷实饱满的部位，
若是此处留有疤痕呢，一来主一生稳健，将小人和病灾做到身下，纵得安稳半辈子；二来呢，则是疤痕煞气镇守人体下盘的一头，主邪气不从下盘入，一辈子少走弯路。如果是小时候不小心留下臀部疤痕的人呢，长大后非但逢凶化吉，更多数呢能够成就贵人运势，大行鸿运，霉运不敢近身，亦成为达官贵人。5. 后脑勺有疤。在面相学中呢，后脑勺上的疤象征着智慧和行运，这样的人呢非常有后福。虽然小时候呀磕磕绊绊，没少受伤，但是长大后呀仕途平顺，极少为钱财发愁，健康和轻盈时刻相随，生病少而身体强健，哪怕到老呀还都是身心敏捷之人，是福大命大的逢凶化吉命。你身上这些位置有疤痕吗？如果不幸中招，最好的化解方法就是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学习心平气和的与人相处，尽量避免没必要的争执，以免更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运势。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